不卖台湾 F-35。此前有报道说，台湾曾在2002年间向美国递送希望采购他们100架 F-35B 隐形战斗机意向书，但是被拒绝了。呵呵，台湾已经自主研发下一代 ADF 轻型逆踪战机，新一代 IDF 战机在隐形逆踪方面已有突破。F-35算什么？我们已经不需要了，给我们也不要。中科院现正进行新一代战机与发动机的研发设计任务，预计在2024年就能完成。相关人士透露，中科院规划新一代战机将采内建弹舱设计，强化战机逆踪效能，弹药携行量较现役战机增加，配备国产新型 AESA 雷达点主动式电战系统，但发动机部分仍有关键技术有待突破。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台湾一直在寻求新型战机替代老式的 F-104、F-100等。然而，美军刚刚装备的 F-16AB 拒绝向台湾出售，甚至连低档的 F-1679和专门用于出口的 F-20虎鲨都不打算提供给台湾。IDF 在第5代战斗机的隐形方面，由中科院一所和 AIDC 合作设计隐身外形。发动机研发计划被称为织女星计划，即改进 IDF 轻型战斗机使用的 TFE-1042-70小推力加力涡扇发动机，升级到 F-125某某版本，单台最大推力73 kN， 如此一来，总推力达到146 kN。问题是这种体型要布置弹舱是个难事，或许最后就一个类似苏715大小的主弹舱，能携带3枚中距弹就够了，不要求多用途能力。1989年5月28日 ，IDF 原型机首飞成功，是亚洲范围内最先交付成品的第4代机。而对台湾来说，这是第4种自产的战斗机，也是首款自主设计制造，而非转让生产线组装的战斗机。IDF 被正式命名为 FCK-1 金国号战机。IDF 机体为传统的全金属半硬壳结构，复合材材料的用量很少。机身和机翼采用融合设计方式，用以提高飞机的空气动力性能和机体抗载。它的最大抗超载为9G。一根前方的边条翼一直延伸到座舱两侧的方式和 FA-18十分相似，小后略角中单翼，尾翼是带下反角的全动视平尾翼。气泡型的座舱使飞行员拥有良好的视野。飞机采用3鱼度数字式电传线控飞行型控制系统。这套由3台飞行计算机组成的飞行控制系统是由美国的利尔公司引进，整套飞行系统的尺寸很少，全重只有大约20公斤，而且采用模块设计，便于更新和维修。中科院和汉翔公司从2001年开始进行翔升计划，对 IDF 进行升级，增加2个天剑2挂架，集成万箭防区外反跑道巡航导弹和天剑2A 反辐射导弹，升级雷达、彩色数字化航电系统、电子战系统和飞控计算机，在风挡前安装刀状敌我识别天线，增加地形跟踪模式，并且具备安装机被保型油箱的能力。新机被命名为雄鹰战机，在2004年10月和2007年3月分别进行了单座 C 型和双座 D 型的首飞。10005号单座型沿用旧有机体结构，只对航电系统升级。10006号双座型为机体航电完整构型。但是台湾空军对这一改进并不满意，因为发动机没有变化，增加航程、提升隐身性能等最初提出的要求都没能实现，最终单双座各建造了1架原型机就终止了计划。2004年，台中航空站从台中市区的水湳机场迁来，清泉港机场成为军民合用机场。西侧的民用部分于2016年扩建后更名为台中国际机场，是继桃园和高雄小港之后的台湾第3大国际机场。东侧的军用部分由空军清泉港基地和陆航清泉港基地2部分组成，其中独立的陆航设施是2019年开始新建的，预计2023年完工，和新竹基地一样，将成为陆航602旅的前进作战基地。目前 AH-1W 已经进驻。他并透露，为强化新一代战机战力，以中科院的规划目标，新一代战机将以内建弹舱方式配置增程型天剑2型飞弹点改良型天剑1型飞弹，并且可以是制海点对地攻击任务需求配置空射型熊2反舰飞弹或是增程型万箭弹。中科院长张忠诚先前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新一代战机有2个研发按课正进行中，
包括设计案及发动机制造案的进度都很正常。前者攸关24项设计关键技术，后者的目前进度则超前。前国防部长典现任退辅会主委冯世宽上月则在荣民节大会上主动揭露，汉翔公司早在做国军10年军机整建计划，这项计划包括高级教练机、初级教练机与新一代战机。新一代战机已经过风洞试验，外形、结构都已设计好，但只剩下发动机及可变喷嘴等，不能进行垂直、短场起降。IDF 的研制分为3个阶段。初期项目名称是 LCIF 低成本国际战斗机，中期改为 LWDF 轻型防御战斗机，1985年更名 IDF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 其实叫本土防御战斗机更合适。从下面这张型号开发演进图中可以看到 ，IDF 方案最初的来源正是台湾空军上一代的主力机型 F-104G 和 F-5E， 期间演变出众多备选方案，包括和 F-16XL 类似的3角舰型机翼，最后选择的主线是双发构型的 F-16。直到倒数第2个 SE-5方案时，忽然大幅度修改了主翼设计，从 F-16式的中等后掠角机翼变更为 FA-18式的小后掠角机翼，后缘前掠。这一改动看似突兀，实际上是有内在原因的。卖到 FA-18的前身是参与美国空军 LWF 轻型战斗机竞标的 YF-17，而 YF-17是诺斯洛普20年战斗机设计发展的集大成者，其机头和机翼部分和 F-51F 一脉相承。台湾空军则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F-51F 机队，按许可证在本土生产了308架，对它的结构和性能了解得相当透彻。修改为 F-18式的翼型，一是减小诱导阻力，提高巡航效率；二是照顾台湾空军的飞行操作习惯。IDF 具有浓厚的3代机特征，就像是 F-16和 FA-18的结合体，扁圆形略带下垂的机头、大边条以及左侧的机炮安装方式，一身融合的机体、全动水平尾翼和尾撑结构都和 F-16非常接近。在欧洲的阵风、台风等3代半战斗机服役之前， IDF 的气动设计是西方早中期3代战斗机中最复杂、最前卫的，比边条极小的 F-15、一身不融合的 FA-18都要先进。大边条可以在大仰角状态拉出强烈的涡流，增声效果显著；一身融合程度超过 F-16，不但使机体也产生一定升力，弥补了机翼面积的不足，还提高了机体抗载能力，达到9G 的最大使用超载。IDF 的航天系统在90年代初算得上非常豪华了，采用金龙53型脉冲多普勒雷达，金龙之名来自李登辉之父李金龙，性能介于 F-20的 APG-67和 F-16A 的 APG-66之间，拥有18种操作模式，原有的24种被美方删除6种对地模式，对空上视距离达到148公里，下视距离80公里，对地搜索距离67公里，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可同时锁定2个空中目标。飞机采用美国利尔公司研制的模块化3鱼度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1553B 总线 ，WAS 手部离杆是侧杆操作，一平2下的座舱布局比 F-16AB 还要先进。H-423型激光陀螺惯性导航系统可以和飞控及火控系统交联，实现飞、火、推一体化无顾虑飞行。IDF 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它的发动机，最初的设想是采用 FA-18的 F-404。但是美国拒绝提供，只好和盖瑞特公司合作，以 TFE-731发动机为基础，研发一款推力更大的涡扇发动机。TFE-731被广泛应用于打索、猎鹰、利尔喷气等公务机上。台湾航发中心在诺斯洛普协助下研制的 AT-3自强高教机就安装了2台，而洪都研制的教练8原型机和出口型号也采用了1台。TFE-731的性能中规中矩，用在公务机和教练机上相当合适，但是给正规战斗机用就不够了。它的高压压气机甚至还是离心式的，技术上比较落后，且改进潜力有限。不过在具体设计中，台湾空军的使用习惯和实际需求得到了相当好的体现，融合了多个设计方案的优点。总体而言 ，IDF 在处处受到掣肘的情况下，设计的还是相当成功的。
基本达到了赋予它的作战要求：中低空空优作战、中距离截击和对地对海攻击。得益于先进的飞控和航电系统，以及3代机的优秀气动布局 ，IDF 的转弯半径、大仰角飞行能力、格斗性能和低速飞行能力都相当好。IDF 被戏称为 "I don't fly"， 我不会飞。但实际上，这个称呼的源头是民进党在野时的立委陈水扁，以质疑国民党的国防政策，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等他上台亲自主持第1联队换装 IDF 仪式的时候，立刻就改口说真香了 ，IDF 不仅能飞，而且飞得很好。如今台湾自主研发自研自强，更是世界学习的对象。该战机一推出，就是世界上第1种轻型第5代战斗机，隐身性能、灵敏性、精确度和态势感知能力结合，更是成为了全东南亚第1。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台湾新一代战机最新进展曝光，项目进度远超预期，预计1年左右将与大家见面。当然，这见面可能会采用命名仪式，然后进入试飞阶段。但由于战斗机制造工程量不如潜艇那么庞大，进入试飞阶段可能只需1年半载。最近花莲上空的爆音猜测，更加确定了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在战斗机研究上的加大力度。虽然有传言所飞的是4.5代机，而非5代机，但这也显示了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在不同型号上的研究力度。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台湾新一代战机将切入内置弹舱设计，弹药携带量将大幅超越现役战机，成为一款多才多艺的战机。它有望搭载增程型天剑2型和改进版的天剑1型，同时根据任务需求，还可以携带熊2反舰飞弹和增程型万箭弹。此外，新一代战机将具备隐身能力，配备台湾自行研发的 AESA 雷达和主动电子战系统。然而，引擎部分仍有一些关键技术需要突破。根据公开资料，台湾新一代战机早在完成结构设计和风洞试验。汉翔公司最近在 F-16维修中心成果发布会上展示了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汉翔等公司的军事研发成果。其中，新一代战机的外观设计和细节规划将提高到70%。新一代战机将扩大自主制造系统，包括起落架、AESA 雷达、飞控系统、主动电子战系统、光电跟踪系统和内置弹舱等。自主建造显然是一支强大军队的必要之举。然而，买来的东西只是买来的，别人不会轻易将核心技术送给你，关键技术可能会受制于他人。尽管外界一直给予沱江舰及塔江舰为航母杀手的称号，但其真正的作战用途和是否真的能胜任航母攻击任务仍有待验证。在面对复杂的海空一体化作战体系时，塔江舰几乎找不到可以偷袭的机会，而性能先进的舰载直升机或反潜直升机则对其构成一定威胁。因此，尽管外表看起来强大，拥有众多武器，但在实际运用中，塔江舰也显露出一些问题，如舰体本身的浮力不足和雷达系统的不足等。不久前，台湾空军、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汉翔公司联合组成的0305项目小组前往美国和英国考察和选择其他零部件。在这个项目中，战机的弹射座椅将采用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的产品，航电系统初步选择美国哈里斯公司的产品，但也在争取英国航天系统公司的产品。至于驾驶舱主仪表、显示器装备和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由于台湾有着研制 IDF 经国号和永银高效机的宝贵经验，所以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并不需要从头开始，而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经验积累。ADF 战机的研发计划借鉴了之前海军潜艇项目的模式，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规划和细节设计，其次是建造首架原型机，最后是进行试飞和测试。一般来说，战斗机的整体设计和引擎研发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整个项目由中山科学院担任主合同商，汉翔公司则是次合同商。然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无疑是引擎的研发。研制一款先进的战机引擎通常需要长达10至20年的周期。
台湾以前曾采用美国授权的盖瑞特 TF-1042引擎用于 IDF 进国号战机，但该引擎的单台推力仅约4吨，目前主要用于各国的高级教练机。台湾原本计划在 TF-1042引擎的基础上开展织女星计划，这个计划历时近10年，旨在研发一款推力高于10吨的双引擎战机。然而，由于台湾近年来加大了海空军事力量提升的特别预算，导致没有足够的预算用于引擎的研发，因此，台湾空军计划将引擎项目推迟1年到2023年，然后从明年开始编列科研预算，进入原型机的设计规划阶段。引擎部分的预算约为88亿元新台币，预计将在2024年完成。此外，台湾还考虑外购引擎，经过评估，织女星计划似乎还未达到需要的高推力水平。台湾空军下一代战机将采用双引擎设计，并需要具备隐身能力。近年来，台湾已经向美国提出采购 F414涡轮风扇引擎，这款引擎的最大推力可达10吨，是在 F404引擎基础上改进而来，专门为 FA-18EF 超级大黄蜂设计。其他国家的战机，如美国 EA-18G 咆哮者、瑞典 GAF-391 印度 LCA 光辉以及韩国 KF-21 战机也采用了这一引擎。此外，汉翔公司与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合作，承制劳斯莱斯商务机引擎的核心零部件。此外 ，IDS 原型舰主机部分也来自该公司的设备。因此，英国劳斯莱斯的引擎也在台湾空军下一代主力战机的评选名单中。从美国研发 F-35战机的经验来看，台湾可能会优先研发具有隐身能力的战机，然后再研发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机。选择外购引擎可以节省研发和设计时间，让台湾可以在 F414引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具有短场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机，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战机设计和飞控软件的研发部分创造了机会。此外，在战机航电系统等设备整合方面，台湾倾向于选择美国 L3 Harris 公司。这是因为在台湾康定级军舰的通信和轮控经接案中，双方已有深入合作，而 L3 Harris 公司也参与了 IDS 原型舰内部各系统之间的信号整合工作。这一合作有助于顺利进行研发工作，特别是在声纳设备选择过程中，英国雷神公司提出的数字声纳系统价格相当高。然后，当与 L3 Harris 公司进行合作后，雷神公司立即降低了价格。不过，在决定采用雷神公司的数字声纳系统之后，才发现降价后的系统功能也减少了不少，明眼人都能看出应该选择哪家公司了。其实 ，ADF 新一代战机原计划在2029年生产9架战机，作为各种评测所需的原型机，但后来计划发生了变化，改为2026年生产6架战机。然而，由于当前形势的严峻性，研制下一代战机的计划必须要加快。其实，自造前舰也是在这个形态下赶工造出来的。因此，空军的303计划项目小组提出了最新的评估案，早就启动了首架原型机的设计。至于原型机最后的建造数量，军方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以及汉翔公司商议后决定，采用与自主潜艇建造计划相似的方式，首先建造一架原型机进行试飞和测试。未来这款战机将全面取代 IDF 经国号和幻想2.000等主力战机。专家们认为，台湾在永鹰高教机的研发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战机研发能量，因此研制轻型隐身战机的几率非常高。尽管永鹰高教机的自主研发率只有55%，但台湾在电子零部件和软件系统的整合方面具备强大实力。新一代战机需要的雷达隐身设计、短场垂直起降能力以及视觉外攻击能力，将对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汉翔公司的整合能力提出更高的挑战。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关键零部件和系统整合等研发难题，台湾也可以考虑获得国外授权生产或技术转让。毕竟，台湾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战机的延后量产。随着永鹰高教机的研发经验的积累，以及材料科学和计算机辅助技术的进步，台湾自研隐身战机成功的机会并不低。当初美国邀请盟友共同研发 F-35时，台湾没有机会参与，但现在自己着手研发，这将改变现状。此外，美台军售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台湾能够自主生产类似产品，美国通常会同意军售。
当初正是台湾自主研发了 IDF 金国号，才促使美国同意出售 F-16。如果台湾能够成功研发下一代战机，那么争取美国 F-35战机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隐身战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现代空中作战。F-22更进一步定义了5代战机，将其要素明确为隐身设计、内置弹舱、矢量喷嘴、电子扫描雷达以及视距外作战能力等。然而，5代战机的成本极高，即使美国自身也难以承担。F-22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5代战机，其造价令人啧舌。即使是原本计划大规模生产并出售给美国及其盟友的 F-35其造价也已经突破了1亿美元，给已经加入联合打击战机计划并采购 F-35的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压力。F-22和 F-35之所以如此昂贵，主要是因为它们采用了各种先进科技，价格昂贵。当然，也存在其他方案，例如采用相对便宜的战机来替代 F-35，导致了2种不同的发展策略。一种策略是维持5代机的隐身外形，根据自身空军的作战需求和预算，选择其中几种5代战机的先进技术，而不必追求每一项性能都与 F-35相匹敌。这种策略的好处在于，首先追求有，然后再追求更好。未来具备更成熟和经济实惠的技术时，可以随时进行升级，同时也可以积累战机研发和升级的经验，掌握关键技术，提高自身的航空工业水平。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像美国一样富有。另一种策略是对现役4代机进行升级，使其达到4代半水平，即利用5代隐身战机的发展技术升级现役主力战机，以快速提高其作战能力。这种策略的好处是节省成本，而且无需从头开始，进展也较快。许多5代战机的新技术，如隐身涂层、头盔瞄准器高偏轴短程红外线导弹、空对空飞弹和电子扫描雷达等，无需大规模改动原有机体设计即可安装使用，使现役战机继续发挥作战能力。甚至连美国自己也在采用这种策略，继续采购升级版的 F-15EX 和 F-16 Block 3，甚至正在考虑购买之前放弃的升级版 F-16战机。台湾也有类似的项目，例如对现役 F-16的升级，以增强其隐身性、远程侦察和视距外作战能力。然而，这种策略的问题在于，未来可能没有升级的空间，也不利于积累先进技术。严格来说，它只能被视为一种应急手段，不利于长期发展。经过重型化改进的 IDF 仍然只是4代半战机的升级版，尽管强化了视距外作战能力，采用了电子扫描雷达以及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但面对先进的5代机，胜算并不大。如果台湾将来能够购买 F-35，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大了。但是美国什么时候会同意这一决定，目前还无法确定。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台湾空军选择自主研发先进战机，似乎已成为提供空军力量的唯一选择。从 F 系列战机看台湾战机，为什么台湾需要向外购买发动机呢？ F-14熊猫是格鲁曼猫族战斗机的最后一款，也是该系列战机的一个巅峰之作，可以说是猫族战机最后的绝唱。F-14熊猫战斗机的诞生和服役，为美国海军提供了一款非常强大的空中优势舰载战斗机，使美军航母的空中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相比于早期的猫族战斗机，熊猫是格鲁曼公司打造的一款扛鼎之作，是猫族战斗机的集大成者。和同时期其他舰载机相比， F-14熊猫也是一个很难超越的高峰。即便是 FA-18诞生之后，短期内也没能撼动 F-14的地位。从1974年首次部署到2006年全部退役， F-14熊猫战斗机在美国海军的服役时间长达32年。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F-14熊猫这一经典战机。 F-14熊猫战斗机的诞生跟美国 TFX 计划密切相关。上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联合研制了一款重型可变后掠翼多用途战斗机，这就是 TFX 系列。新型战斗机被命名为 F-111， 其中美国空军型号为 F-111A， 海军型号为 F-111B。其实美国海军对 TFX 计划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它需要的是一款远程空中优势战斗机，而美国空军主导的 F-111更偏向于低空攻击机的角色。但是为了降低研发成本，美国海军还是暂时妥协了，同意联合研制 F-111。格鲁曼公司参与了 F-111B 的设计，为后来 F-14熊猫战斗机的研发积累了一定经验。1965年5月18日 ，F-111B 原型机完成了首飞，但是其表现却让美国海军感到非常不满。F-111B 的许多设计都不适合在航母上使用。
它的重量高达30多吨，作为航母舰载机太过于笨重，而且在之后的试飞过程中 ，F111B 发生了多起事故，导致多名飞行员丧生。尽管已经生产了5架原型机和2架生产型，但是美国海军依然无法接受 F111B。到了1968年5月 ，F111B 项目正式宣告结束，美国海军获准重新研制一款适合自己的战斗机。同年7月，美国海军立即提出了 VFX 计划。招标一款双发双座重型舰载战斗机，具体要求是最大飞行速度 2.2 马赫，能够在240公里以外执行2小时以上的战斗巡航任务，加力状态下能够坚持作战2分钟，载油量能保证800公里的作战半径，要配备先进雷达和多种型号的空导弹及机炮，还能携带6800公斤的炸弹。针对美国海军的新需求，通用动力、格鲁曼、道格拉斯和北美洛克威尔等4家公司参与了投标。道格拉斯和格鲁曼的方案进入决赛，最终胜出的是格鲁曼公司，在1969年1月获得了美国海军的研制合同。其实早在1966年，格鲁曼在参与设计 F111B 时，就开始着手研制先进战斗机的技术，对大约2000种气动外形和近400种进气道喷管组合进行了超过9000小时的风洞实验，最终确定了303系列8种方案。当美国海军发出 VFX 的招标时，格鲁曼提交的正是该系列。1969年1月，美国海军选中了 303E 方案，该方案是从同系列的 303A 和 303B 改进而来，采用了可变后掠上单翼和吊舱式发动机布局。格鲁曼的303系列方案，包括被美国海军选中的 303E 方案，都或多或少借鉴了 F111B 的设计，比如说武器控制系统、雷达和发动机等，但是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完善。获得美国海军的招标后，303E 方案被命名为 F14。美国海军前2批采购了12架原型机，第3批采购了26架前期量产型，其中头8架供测试和评估用。剩余的18架将组成一个测试中队。美国海军要求自1969年1月合同签署后，格鲁曼公司必须要在51个月内完成 F14战斗机的投产，因此格鲁曼公司一方面立即对 303E 方案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开始准备新厂房和生产测试设备。格鲁曼公司对 303E 方案的主要改进包括改用双垂尾与2片固定式小型副鳍的设计布局，兼顾了高速飞行的稳定性和良好的舰上可操纵性，优化了机翼设计与结构，增加自动可变后掠功能，增大机翼面积，减少机翼最大展旋比，在翼套内加装三角形小翼，优化机翼翼套与发动机舱连接处的外形，以提高密封性。采用格鲁曼公司自主研制的光圈式收敛扩散喷口，提高了气流能量的利用率，增大了飞行包线，将发动机吊舱位置进行了微调，增加了前机身长度，减少了飞机径锐面积，提高了飞控性能。格鲁曼公司决定继续使用 F111B 搭载的 TF30 发动机，还有 AWG9 雷达和 M54导弹等。1970年12月21日 ，F14的第1架原型机 XF14A 进行了首飞，此时距签署合同尚不到2年时间。不过在12月30日的第2次试飞中，这架原型机在着陆时坠毁。到1972年2月，格鲁曼公司完成了12架原型机的生产工作，除了首架原型机外，6号原型机在测试导弹和武器分离时被导弹击中油箱而坠毁，8号原型机因发动机起火于1974年5月13日坠毁，10号原型机于1972年6月30日坠毁。尽管发生如此多的事故，但在导弹测试中 ，F14 原型机的表现还是十分出色的。1972年4月28日 ，F14 原型机首次试射了 M54导弹，同年11月击中了200公里以外的目标，超出了166公里的正常射程。1973年11月22日 ，F14 在38秒内连续发射了6枚 M54导弹，其中4枚直接命中目标。F14 熊猫战斗机从1972年开始交付美国海军试用，首批生产型于1972年10月下线。从1974年9月开始，换装了熊猫战斗机的 VF1 和 VF2 战斗机中队正式部署到企业号航母上，开始了漫长的服役生涯。F14 机身结构的最大特点是拥有可变几何机翼，它的可变后掠翼能够在飞行中自动调节，在高速拦截时向后掠起，在低速飞行时向前摆动。F14 的机翼在飞行中可在20度到68度之间变化，在自动机翼扫掠模式下，中央空气数据计算机可自动控制机翼变化，这样可以保证 F14 战斗机在不同速度下均能获得最佳的升阻比。在必要时也可以采用手动模式，在低速低空飞行时，机翼可以完全展开；而在高速飞行时，机翼可以收拢。F14 熊猫战斗机没有安装副翼，低速时由安装在机翼上的扰流板提供滚转控制，扫掠角不超过57度；在高速时由全动尾翼控制，全跨动板条和襟翼用于增加着陆和战斗时的升力。双机尾布局有助于在高迎角条件下的机动，能够同时降低飞行高度，以适应航母机库。F14 熊猫战斗机的部分机身是采用钛合金材料打造的，这种材料很轻，强度很大，但是焊接困难，成本也比较贵。F14 的座舱拥有全方位视野，安装了串联双座，配备了马丁贝克 GRU-7A 弹射座椅，飞行员在前，电子操作员在后。它的起落架为可收放前3点式设计，包括2个单轮主起落架和1个双轮前起落架。机翼控制系统位于双进气道上方，双发动机位于机身两侧固定翼段下方，尾喷管上还安装了拉瓦尔喷嘴。
F14的内部燃料容量为2400加仑，可携带2个267加仑的外部油箱，还有一个空中加油探针，可以折叠到右舷前端。F14战机最初搭载2台 TF30发动机，该发动机的技术并不成熟，可靠性差，故障率高。由发动机故障导致的 F14事故占总损失的28%。其涡轮机的裂缝非常危险，在叶片发生故障时需要加固机舱，以减少对飞机其他部分的损害。TF30发动机也极容易出现压气机档位，这很容易导致由于发动机间距过大而失去控制，从而导致严重的偏航震荡。在特定高度下，导弹发射时排出的废气可能导致发动机压缩机失速，这会暂时降低发动机的功率，并阻塞正面进气。搭载 TF30发动机时 ，F14战机在最大起飞重量时的总推重比约为 0.56。使用 TF30发动机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当时为 F14战机研制的 F401发动机进度太慢，所以才暂且搭载 TF30发动机。后来到了 F14D 时，才换装通用电气 F110发动机，最大重量时的推重比为 0.73， 正常起飞重量时的推重比为 0.88， 表现远远好过 TF30发动机。F14熊猫战斗机的性能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先进的，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为 2.34马赫，在它之后的很多战斗均遭到了否定，因为双发重型舰载机的造价昂贵，维护成本也较高。随着 FA-18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新型 FA-18EF 超级大黄蜂获得了美国海军的青睐，逐渐取代了 F14熊猫战斗机。猫族战斗机也宣告谢幕。所以说，发动机才是战斗机的重中之重。不知道台湾能否成功研发出新型战机？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